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。今天又看到 Bruce 就知道是个聊天节目了。上次呢，我们聊天谈到了我装修做对的4件事情，那么今天我们就接着来聊聊关于我这个家具的一些事情啊。因为我这个家呢，其实面积还是挺小的，是个 one bed。当你的家面积越小的时候呢，你挑选家具啊，其实难度就越大。一方面，这个家具要很实用，而且最好有不止一个功能。第二呢，颜值要高，还要跟所有其他的家具和你整个的氛围都要能够匹配起来。所以我每一个家具几乎可以说都是精挑细选，有很多故事在里面。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我的 Top 4家具吧，我也会把相关的链接呢放到 YouTube 的描述框里面，大家只要点击 More 进去拿就可以了。我是小镇杰西卡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。我也开通了海外购物群，在海外的朋友呢，只要加这个微信号 XZ-Jessica Shopping 就可以进群一起买了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首先第一个，那就是哒哒，我的这个皮沙发了，超满意的。那其实呢，我在还没有搬进来之前订家具的时候呢，我就下定决心要买一个皮沙发。因为皮沙发对我来讲呢，不仅是可以日常休闲的时候用，而且我经常会坐在上面打电脑，所以如果是布艺沙发的话呢，就没有那么容易的清洗，皮沙发更容易打理的。但是重点来了，其实买皮沙发难度要比买布艺沙发要高很多。一方面呢，因为北美的家具嘛，尺寸都极大，要找到一个尺寸比较小的皮沙发非常的难。其次呢，可能是因为皮沙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能感觉大概只有老男人才喜欢，所以北美这边的皮沙发全部都是那种咖啡色系、棕色系，就是很老很土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皮沙发，结果室友凑巧正好认识一个朋友的朋友，他就给我推荐了我的这个皮沙发的品牌，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牌子，叫做 Natuzzi。我查了一下，发现他们曼哈顿是有专卖店的，所以我特地去了一次啊。我跟大家讲，我进去之后啊，就只有一个感受，那就是意大利人的审美啊，真是无敌了。店里面的每一个家具我都很喜欢，而且里面的皮沙发是又好看，而且功能性也很强了。那在美国这边呢，我在买沙发的时候，正好是他们家具很紧俏的时候，很多家具是没有现货的。你订一个家具要等3到6个月是常态哦。但是好巧不巧，我想要的这个尺寸的沙发，白色皮的，正好有现货，所以我就毫不犹豫拿下了。那这个沙发呢，从搬进来第一天，大家看照片哦，我就极其的满意哦，因为我的尺寸跟我这个墙壁的尺寸啊，简直就是配合的天衣无缝。而且这个白色呢，和我整体的这个房间的白色以及后面的 box 都是天衣无缝，这种完美匹配哦。就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就是属于专门为我设计的那种感觉哦。那整体通体呢就是皮质的，而且它的这个角我也蛮喜欢的，是银质的。因为我其实自己呢一直是喜欢金色的东西了，但是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，现在我其实还蛮喜欢银色的，因为银色的东西呢更加时髦一点。而且后来呢，我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，如果你家里的面积很大，用金色是完全 OK 的。那如果你的家像我一样是比较小的话，其实是更推荐用银色而不是金色，因为它能够在视觉上呢营造一个错觉，让你显得家里面很大那种感觉。所以事实证明我的无心插柳最后居然就歪打正着了，所以这个沙发我真的是超级的满意。那么大家肯定会问你怎么清洗你的皮沙发呢？我就是平时用这个是我还买了一段时间，当时是用来清理皮衣用的，我这个 Coach 一套这种，我给大家看一下皮质的清洗的套装吧，它是由2个东西组成的。一个呢是叫 leather cleaner， 就是如果哪里的皮革有脏的话呢，就拿它附送的这块布，然后把这个挤上去擦一擦，很容易就能够把真皮上的污渍给去掉。用完之后呢，可以再用这个 leather moisturizer， 就是有点像
皮革护理吧，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皮革时间长了会容易产生那种干干的那种皱的嘛。那用了这种 moisturizer， 就像我们的脸有 moisturizer 一样的，你的皮呢就比较容易光滑，那你维持的时间就比较久啊。所以一般来说呢，如果我想得起来的话，我就1个月会擦一下沙发用这个。如果想不起来，那2个月问题也不大了。反正这一套我觉得就足够了。平时大家如果有皮衣也是可以用的啊。再表达一下我对这个沙发的热爱，真的是美到不行了。第2个大件就是哒哒，我的地毯。如果有关注我的 YouTube community 的朋友就会看到我不停的在说，今天我要出门买地毯了，哎呀，地毯没买到，我买了双鞋。因为我在搬进来整整半年的时间就一直在买地毯退地毯，纠结要不要买地毯，又去买地毯又去退地毯之间徘徊啊。因为其实呢，我当时是有点纠结，因为我觉得我家里面积不大，如果没有选到合适的地毯呢，反而会让这个家显得很杂乱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下定决心。但是后来呢，因为我有个好朋友一直跟我推荐说，地毯是对一个家来讲是相当重要的，你还是要买，不拉不拉说了好多。后来呢，我就买过不下5块哦，已经多到我已经不记得了，就是不停的去店里面看，或者是网上买，然后不停的收地毯，但是总有问题。有的嘛，地毯的颜色太黄，会显得整个家都是黄黄的、旧旧的；有的呢，就觉得这个面料网上是看不出的嘛，收到之后觉得这个面料不行，或者是这个地毯太薄，就很容易起皱，看上去比较 cheap。有的呢是我到店里面看啊，觉得这个比较简单的花样还蛮好看的，给我这个白色的家呢能够增加一点点层次感哦。但是拿回来一铺上会发现，天哪，好乱啊！反正我有一段时间就真的是买了退，退了买哦。真的，我跟大家讲，这个过程真是很艰难，因为每次收到地毯之后呢，我都会问楼下借一个 trolley， 然后把地毯呢运输到我家里面，因为我家这个门也很小很窄啊，还要想尽办法把它运到那个房间里面，然后再把它铺开，然后发现不好怎么办？然后再把它卷起来，然后原包装再包好。然后再拿个 trolley 再呱送下去。那有的呢可以叫快递公司来拿，那有的呢我就自己送到邮局去。真的每一次这个退地毯的过程都是一场修行啊，我就全当是一个负重的运动了。总之吧，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也是很巧，我邻居就给我推荐了一个他经常买地毯的一个地方，是一个实体店啦，离我们家不远。然后他说那个小哥什么品类很丰富啊，什么什么的。然后我去了2次，最终我还是选到了自己喜欢的地毯，就是我现在这一块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是有一点点偏银灰色的，面料特别的好，是羊毛和真丝混纺的。我记得好像价格是2600吧，不知道多少，反正还挺贵的。但是地毯呢是你们家的一个 statement piece 啊，在这方面是绝对不要省钱的。那后来事实也证明我自从买了地毯之后，每天看，每天就觉得很开心哦。而且呢，我是觉得确实我那朋友说的是对的，有了地毯之后呢，你整个家就会感觉一下子就有质感很多。而且尤其在秋冬季节啊，它会让你感觉比较温暖，而且很有那种 homey 的感觉。所以如果大家有要布置新家的话，还没有买地毯，我会强烈建议大家真的要去买一块地毯。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的，就是地毯不要买太小。大家可以看我之前买过一次地毯，我觉得尺寸应该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就觉得小了一点点，但是小了一点点就差很多。地毯绝对不可以买小，因为买小就会显得特别的小家子气。这有没有像我们穿衣服一样，衣服不要穿太小，不然显得很局促。其实原理是一样的，也可以买稍微大一点哦，这样会感觉更加有气势啊。而且你就会感觉呢，你的整个地毯的区域就是你的 living room，总之就会让你家一下子质感就提升10倍。好了，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。再接着我买的很满意的东西就是我的这一张餐桌吧，其实也不能说餐桌啦，我在上面也会打电脑，也算是我的一个工作用的一个小桌子。
在我刚刚签完 offer， 合同落定，准备装修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已经去店里面看了一圈了，因为我的厨房比较小嘛，所以这个桌子也比较小。我量了一下，我当时就根据我量的这个尺寸呢，买了一个 West Elm 那种木质的餐桌和椅子的套装，因为我看中它呢是一个方桌子，而且呢它可以拉开来就可以坐6个人哦，这样万一家里面要请客吃饭还可以，搞得好像家里面有很多人来一样，其实根本没有。Anyway 啦，好，那我搬进来之后呢，没多久厂商就安排送货了，然后小哥送进来帮我装好，我当时就震惊了，我想啊，怎么会这么的大？放在我的这个厨房里面，简直就是喧宾夺主哦！我整个厨房就看到这一套桌子，而且因为它是木质的材质嘛，我当时脑子里想的是，跟我的地板还蛮配的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其实跟我整个白色的厨房是完全不搭配的，就是反正从尺寸到颜色都不对，所以我就打电话说我要退货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退这种家具是非常麻烦的。那除非说呢，你有本事把这套餐桌全部都卸下来，然后把它运出去，自己运到店里面，我实在没这个本领。否则呢，你就要等厂商安排他们工人到你这里来拉货。它不像地毯啊，我只要把它卷好放到原包装里面，贴上 shipping label， 然后去送到邮局。虽然比较难，但我一个人还是能做到的。但这个这么大的桌椅我真的做不到，所以呢我就等。那他们很忙的，那时候是9月份旺季啊，我等了足足1个月，他们终于派人来了。那么问题又来了之后没办法拖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曼哈顿，像我们这种公寓楼，如果有工人进进出出要拿东西送东西的话呢，都是要提前递交物业公司做审批的。那么我以为他们人进来装东西是要审批的，我不知道把东西拖出去也需要审批的，所以工人来了发现没有资格，所以什么都做不了，我气死了。但我也觉得很尴尬，因为让别人白跑一次啊。那总之吧，就是1个月之后呢，也没有拖成功。后来我再打电话，再搞了很久，终于等了足足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哦，终于把这个大祖宗给送走了。那之后呢，我就在网上天天在开始找桌子，因为桌子很重要，我每天都要用啊，总不见得我每天都站着吃饭吧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有一段时间每天的兴趣爱好就是上网找桌子，但是因为我的厨房很小嘛，我发现啊，如果要适合我这个厨房尺寸的桌子呢，几乎都只有一种形状，那就是圆形的桌子。圆形桌子也不是说不行，它确实省空间，看上去比较细巧，比较灵动一点啊。但是问题是我要在上面工作的。我之前呢在下城区租的房子里面，它就是一个圆桌子。当你在圆桌子上工作的时候，大家想象一下，因为它是圆形的嘛，所以你的手腕电脑是在桌子上，但是你的手肘就会在桌子外面是悬空的。我跟大家讲啊，这几个小时做下来啊，手真的好酸啊，特别的难受。所以我就跟自己讲，我打死都不会买圆桌子，无论它长得多好看，多适合我，我都不能买，因为这买回来就是灾难。我10几个小时在上面工作，我这手肘不要累死的。后来就特别的巧，有一次我就无意中逛宜家的官网，因为我之前其实去他们店里面看过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东西。后来我是很后面去他们的官网，突然发现他们出了一个新的桌子。这个桌子我一看尺寸就是我想要的，而且它是一个长方形的，这个不错。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拉开来就可以坐6个人，哇，还是白色的，真是完美符合我所有想要的一切哦。149美金，赶紧下单哦。那很快就送到了，送到之后呢，我就开始装了，然后根本装不上去。我是个大手残嘛，就是这些说明书我很难能够理解，尤其是还要能够拉开来那种，对吧？Anyway 啦，反正最后还纠结了一下。我这里也跟大家推荐一下他们合作的那个 TaskRabbit， 特别的好用。我在上面找了一个小哥，好像30-40美金就搞定了，20分钟就帮我装完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桌子真的太完美了，就是我梦想中的那个桌子的样子。当然很可惜它不是实木的啦，但是只能这样了，因为尺寸啊还有形状我都很满意，还能够拉开，你还求什么呢？
另外我还配了2把椅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椅子呢是我特地配的是有一点点圆形的，因为我觉得桌子也很方，我后面厨房的那个把手也都是很方方的，如果太多方的东西就会感觉整个家里面都太方了，所以我椅子呢特地买的是圆形的，有点圆鼓鼓，这样能够形成一点点那种冲突感。这是不是跟穿衣服又很像？就是尽可能营造一点点冲突感啊，就会有这种冲撞的美感。然后我这个椅子呢，它上面是圈圈绒的，是白色，也是我们家主色调，而它的腿呢是黑色的，正好跟厨房的那些把手的黑色是呼应的。最重要是它尺寸正好，因为北美的很多椅子都巨大，而它的椅子的尺寸是正好的，而且我特地买的是没有把手的，那它这样就很容易能够塞到2个桌子的下面，那这样就能够省空间哦。所以你看我这种小居士真的买家具很不容易啊！你不光要好看，你还要考虑到节省地方啊。那这一套配好，我就相当的满意啊。那当然了，宜家的桌子呢，问题就是看上去其实还是有点廉价的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有个好方法，就是我在亚马逊上面买了一块桌布，还是那种蕾丝桌布，你知道吗？就很有那种法式田园风。把它铺上了，一下子整个家又变贵了10倍啊！而且这个桌子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把它拉开来变成6人坐的时候是非常简单、非常轻松就能够操作的。我也这样试过，上面铺一块桌布，哇，整个家里面就显得好高档啊！然后再放上高档的茶具，这个149的桌子买的实在太值了，大家一定要去看看，如果你和我有一样需求的话，入股不亏。最后就是我的这个床了，我不瞒大家说，我自从搬进来有了这个床之后，我每天就要对自己说，好感谢自己做的决定。那这个故事也有点长，是因为我当时呢在订家具的时候，我就去了 Design Within Reach， 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品牌，我很喜欢，里面有很多设计师的家具，除了有点贵，其他都很好了。然后我当时就要买一个有 storage 的这种床，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木质的床，它的 storage 呢是抽屉样式的，而且我觉得木质嘛跟我们家地板也是比较配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定了。然后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在装修的时候，我就回过去想我这张床，我就觉得这个床可能不会很好看哦。我觉得这个木质吧，好像跟我们家这个背景，因为我卧室也有这种 molding 的嘛，就好像不是很配。木质的我觉得可能更加适合像工业风啊，或者比较偏大自然风格的一些装修，而我的房间里面都是大面积的白色，是比较温暖的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很配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我越想越觉得这个抽屉的 storage 不靠谱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一方面我家比较小，你两边抽屉打开，其实你打开就比较不容易，而且呢，当你有抽屉的时候，其实你就人为的制造了很多的隔间嘛，那你放东西肯定就是有限制。我在想，这应该不太行，要不再去看看吧。所以呢，我又去 Design Within Reach 又看了好多次。好巧不巧，有一次逛街，我突然看到了那个床。这个灰色的床居然它也是个 storage bed， 我都不知道。而且呢，店员演示给我看，其实你单手都可以把这个床垫打开的，其实很简单，没有我想那么复杂。这个床不错。然后呢，正好我想要的那种有一点点像粗花泥那种灰色的，它也是有现货的，不用等，所以我就订了那个床。我跟大家讲，真的，自从这个床进来之后，我就每天跟自己讲，真 Thank God 我没有要那个木质的床，因为这个床真是不能再完美了，不仅颜色面料和我家的墙壁完美符合，最重要的就是它单手拎起来之后，床下一整块全部都是可以给你做 storage 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你突然就好像多了一个大衣橱那种感觉。在这个寸金寸土的曼哈顿，你知道吗？装一个衣橱就很费劲了，你现在突然你的床底多了一个大衣橱，这是多开心啊！当然了，我没有像广告图里面那么考究，买那些塑料箱把衣服装进去。你知道我用什么方法吗？这个方法我也是自己摸索出来，我就很佩服自己。因为我经常跨国搬家嘛，我有那种很大的箱子，我的大箱子都没有地方放。那天我就在想，我大箱子应该可以放在这里啊，但是你把它合上呢，会发现箱子的高度太高了，你的这个床就合不上去。后来我灵机一动，那就把箱子打开好了。所以我就把大箱子呢就打开，就这样1分2，
一放二之后呢，里面就塞衣服。诶，那这个高度呢，正好是可以把床垫放下来的，一点不耽搁。我就不给大家看照片了，因为我的床底很凌乱，我也不想再收拾了。大家能够理解我的意思，自己脑补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就突然发现，哇，太好了！我那3个无处安放的大箱子有地方放了，每一个都把它拉开，就这样打开，然后里面塞满衣服。我整个床的下面就是这个 storage， 一点点都没有浪费哦，我真的太满意这张床了。好像是$2000多吧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也取决于你要的材质。你可以上他们官网去看一下，我这个床叫 Nest， 我也会把链接放到描述框里面的。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面料，不同的面料呢报价也是不同的，而且有的是需要等的，有的是需要有现货的。你自己上去多看看，或者打电话问客服都可以了。哦，总之我对这张床真的是过于满意了，过于开心了。好了。一口气分享了我的 Top 4家具，其实还有更多啦。我觉得不然那个影片太长了，我们剪辑起来也很累哦。如果大家还想看更多呢，我还可以继续分享，因为我还有一些小东西，比如说我为什么会买这些绿植啊，跟绿植相关的一些东西啊，我是怎么收纳电线啊，还有一些我办公时候用的一些小小的神器，能够让你在家里面上班会觉得更加舒服的一些小东西，我都可以再分享。而且我刚刚又买了一个戴森，今天我把它拿走了，那个戴森的那个 fans， 因为我不太想用空调，那我都想跟大家再继续分享。那一个影片做不完，我们下次再做吧，不然好累啊，我要出去喝咖啡了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哦。如果喜欢这支视频，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哦。如果觉得我还挺可爱的，那就赶紧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，关注小镇杰西卡，那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